当萧炎的4种异火悬浮天际之时，恐怖的高温瞬间在这片天地升腾。在场的人中，各种情绪的人都有，有因被偷家感到错愕的芒天尺，这是被封印在内院天坟炼气塔底下的陨落心炎。呆，苏谦那小子竟然瞒着老夫！有好奇萧炎到底怎么做到的炎族轻飘男，4种异火共存于一人体内，这小子不怕这些异火相互冲突，最后爆发吗？有震惊于萧炎怎么搞到这么多异火的，也有想要得到萧炎的异火以及修炼功法的，比如某个额头上有着药壶图文的药族男子。古妖也是没想到萧炎竟然有这样的底牌。不过如果这便是萧炎的全部倚仗的话，那萧炎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古妖双手结印间，这片天际呼啸的狂风突然犹如在此刻戛然而止了一般，下一瞬，一股滔天的寂灭气息缓缓地自古妖体内弥漫而出。这是大寂灭术。薰儿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美眸之中也是掠过一抹凝重。他没想到这古妖为了取胜，竟然连这等斗技都施展了出来。一旁的芒天尺见此情况，皱了皱眉，感叹道：萧炎能逼得古妖施展天地斗技，其实已算是赢了。即便此刻他退下来，古族中人也没有理由再说什么。薰儿却是轻轻摇了摇头，目光紧盯着萧炎道：没有用的，萧炎不会退的，即便是最后拼得2败俱伤，他也绝不会后退半步的。芒天尺沉默了一会儿后没有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感慨萧炎宁折不弯的狠劲儿，叹了一口气后才道：放心，真要到了那种关头，我会出手的。不得不说，薰儿是懂萧炎的。此时场中的萧炎根本就没想过后退半步，即便是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场中那微闭眼眸，甚至连自身生机都是悄然消失的古妖正在酝酿的致命杀招有多么恐怖的气息。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手掌一招，一枚赤红的珠体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正是当初在叶家所得来的阳火，此时用来充当最后一种火焰是再合适不过了。随着狼灵、豹灵、狮灵、虎灵、蛟灵的成功凝聚，五轮离火法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以天阶斗技的实力现世。当一条形体足有一座山峰大小的蛟龙火灵最终出现在天空之上时，五轮离火阵成。同一时间，距离广场稍近的树木直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最终爆裂成一团灰烬。而处于正眼位置的萧炎在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后，又是手印一变，最终一声厉喝：五轮离火盘。喝声落下之时，周遭的5头巨大火灵各自仰天长啸，旋即陡然间高速旋转而起，这直接导致萧炎所处的这片空间崩裂而开。火灵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居然是化为了一道200丈庞大的5色火盘，悬浮在萧炎头顶。那恐怖的阵仗，即便是古谦、古虚这等古族老者脸色都是一变。另一边，望着那几乎笼罩了半边天际的5色火盘，天火尊者眼中的火热也是越来越炽烈。天空上，萧炎右手高举，隔空顶着那巨大的5色火盘，一声大喝：古妖，接我一招试试！随后手臂猛然一甩，那5色披萨就冲着古妖爆射而去。古妖是懂人情世故的，既然你请我吃5色披萨，那我就大气的将大寂灭指送给你吧。只见一只足有100丈庞大的通体漆黑的手指破云而出，然后迅速的从天空落下，一指便是对着那巨大的5色火盘重重按下。此时的古妖忍不住的放声冷笑：萧炎，只有你死了，薰儿才会彻底的收心，所以死吧。目光森然地盯着远处那道上身赤裸、身体上布满着诸多血痕的萧炎，古妖心头杀意暴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漆黑的巨大手指终于是爆裂而至，然后重重地与那庞大的5色火盘撞击在了一起。那恐怖的撞击力度就如同陨石相撞般，巨大声响之后，大地颤动，烟尘肆虐。场中那由特殊材质制成的地面早已被深坑所替代，那由3位古族长老凝成的斗气光罩也摇摇欲坠。3位长老，我们心里苦啊，体内斗气都快要枯竭啦。好在那位名为古山的白发老者及时发现了3人的窘迫，命古谦、古虚前去帮忙了。萧炎2人的杀招对抗持续消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萧炎的5色披萨还是先撑不住了。
眼看着五色火盘上的裂痕越来越多，小医仙等人此刻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斗气在体内也迅速地运转了起来，随时准备着及时救援。轩儿也是玉手紧握，美眸之中的金色火焰疯狂涌动。芒天池也在此刻缓缓地站起身来，他绝对不允许萧炎就这么命丧古妖之手。然而就在芒天池打算动手之时，一旁的青灵却是突然低声道：萧炎少爷体内的斗气在急速消失。什么？怎么回事？萧炎拥有着天阶功法，体内斗气相当充盈，这5轮离火法虽说需要不菲的斗气，但还并不会让萧炎达到虚弱的地步呀。就在芒天池等人茫然期间，天空上的那巨大5色火盘终于是不堪重负的彻底崩溃了。认为萧炎马上就要死了的古妖脸上的狂喜都快压抑不住了。然而下一秒，萧炎的动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只见他突然在爆裂的离火盘里抓住了一团东西，随后脚掌一跺虚空，径直冲着那巨大的黑色手指迎了上去。萧炎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当然不，他是嫌对手死得不够快。只见萧炎掌心处赫然出现一枚仅有巴掌大小的4色火莲。萧炎托举着火莲对上那巨大黑纸时，那黑纸甚至没能撑过1秒，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化为了漫天的黑色光点。虽然震碎黑纸的恐怖劲力也将萧炎的虎口震得崩裂，甚至其身体之上也被凌厉的劲风割出道道血痕，让萧炎看上去活像一个血人儿。但此刻的萧炎十分的快活，古妖想取我性命，你算什么东西？伴随着一声大笑，萧炎瞬间化为一道血芒，以一种悍不畏死的声势划过天际，直接对着那怀疑人生的古妖暴掠而去。这2级反转的骚操作直接就将在场的众人整懵逼了，古族的人甚至没能想起来去救援一下古妖。古妖眼睁睁地看着那绚丽的火芒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清晰地感受到了死神在冲着自己招手。然而就在萧炎手中的火莲即将碰到古妖的身体时，一道无奈的轻叹却是在这片天地突然响起：萧炎，手下留情吧。伴随着这道声音落下，萧炎以及其手中的火莲都定住了，就连原本极度狂暴的火莲能量也是在此刻变得温顺了下来。萧炎，别说话，你们，我也想把手往前送一丢丢，可是臣妾做不到啊。只见一白袍白须白眉的老头出现在萧炎面前时，古族的那些长老们都是急忙弯身行礼，躬身道：通玄长老。旁边被迫受了一礼的萧炎，通玄长老微微点头，旋即将目光转向萧炎，然后就将萧炎的火莲接过并散去了，之后才给萧炎这个造雷凶手解除禁锢，接着就是手指一弹，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萧炎身体表面的那些伤痕飞快的就消失了。这打一巴掌再给糖的操作，萧炎其实是不太高兴的，但台阶都放脚下了，再不下去就不礼貌了。萧炎才不是，要不是打不过，哼，多谢长老。只见萧炎对着通玄长老拱了拱手就道。通玄对萧炎识时务的行为很是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后，转眸就冲着古妖道：古妖，这场比试你已经输了。古妖很清楚，若非通玄长老在最后时刻出手的话，现在的他已经是化为烟粉翱翔天际了。但向来心高气傲的他哪里能接受自己竟然打不过萧家废物的事实。通玄长老见古妖久久没有接话，生气了，便有些严厉地开口道：胜便是胜，败便是败，若你连承认失败的勇气都不曾具备，还有何资格成为黑烟军都统，又有何资格成为黑烟王？听到这话的古妖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片刻后终于是深吸了一口气，目光转向萧炎，极为不甘的道：我输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咯，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